漆黑的森林中，一群人正在焦急地寻找着一个女孩，而那个女孩正毫无知觉地躺在草丛里。10天前的外场村，高中女生小慧打扮得漂漂亮亮，走在乡间小路上，被周围的村民们调侃和议论。小慧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她非常讨厌这个连咖啡店都没有的贫穷乡下，发誓高中毕业后一定要离开这里，去大城市里当明星。这个村子里，他只在乎2样东西，一个是山顶上突然建起的巨大洋房，一个就是从大城市里搬来的帅哥同学夏野。小慧经常蹲在草丛里偷窥人家，梦想就是和夏野一起住进那栋洋房里。几天后，外场村发生了4起死亡事件。后藤先生因为中暑而死后，寺庙的少主是事情前来通知后藤的亲戚，却发现这里的一对老夫妻和隔壁大爷都去世了，于是报了警。初步检查结果发现，三重婆婆是自然死亡的，其他2个人由于尸体残缺且腐化严重，无法断定，可能是被附近的野狗吃了。这看上去只是一起普通的老人家中暑事件，但前来验尸的医生尾崎发现了不对。三重婆婆怎么看都是在那2个人之后死的，也就是说她在死前一直是个尸体一起度过的。上学路上，小慧纠结着想要明信片投递进邮筒，结果朋友小军和他弟弟小昭突然出现，聊起了死亡事件。小慧完全不想听，一溜烟的跑远了，就正好遇上了等车的夏野。小慧害羞的走过去和夏野搭话，一如既往的被无视。小慧也知道夏野可能是讨厌她，而就在她自言自语的说真想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夏野意外的回头看了他一眼。又是几天后的深夜，汽车餐馆的仙草老板家突然遭到了车顶和喇叭的骚扰。山上那栋神秘的洋房在搬家，因为迷路而找他来问路。第2天，洋房搬来人的消息就传遍了村子。小慧看着那栋洋房，做起了被大户人家收养后遇到王子的白日梦，又碰到了前来遛狗的小薰，对方无情打碎她的幻想。她从附近的婆婆那里听来了小道消息，搬来这里洋房的是有女儿的一家3口，不过具体的她不感兴趣，就没仔细听。对方又是半夜搬来，又是奇怪的房子，怎么看都和这个村子格格不入。听完小薰的话，小慧气冲冲的朝山上的洋房走去。老土的村子，老土的村民，她稍微打扮一下就要取笑她，她最讨厌这个村子了。这时小慧突然感受到有道视线正在从洋房里看着自己，顿时高兴的走起了猫步。她就知道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结果脚一扭摔倒了，而洋房的大门也应声而开，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大门门口。晚上9点，小慧还没有回家，得知这个消息后，热心的村民纷纷出动帮忙寻找，最后在山里找到了面容呆滞的小慧。而自从小慧回到家之后，就一直不吃不喝的躺着。尾崎医生前来检查，小慧没有什么外伤，只是单纯的贫血，但小慧却一直说自己非常的困。晚上，小薰前来探望小慧，说起自己遛狗的时候见到了洋房的女主人，对方非常的漂亮。小慧得意的表示自己早就知道了，很明显在她出事之前见过那位女主人。小慧找回来的第3天清晨，尾崎医生收到了对方的死讯。女孩贫血3天后不治身亡，尾崎百思不得其解，连血液检查的结果都没有出来。为了查出小慧真正的死因，他提出进行解剖，但伤心欲绝的小慧父母并不同意，最终只得得出结论：小慧死于凌晨2点，死因是急性心力衰竭。小慧死亡的消息很快传开，这是个建造在森林之中的小村庄，只有仅1300的人口，靠着种植松树、制作翠塔坡为生。为了死者而生的树木将村子与世隔绝，村子就像是被死亡包裹着一样。今天是小慧的葬礼，夏野其实知道小慧在偷窥他，所以他一直都将房间的窗户紧紧关闭。小慧死后，他终于能将窗户打开了，但是心中却没有丝毫的轻松。在路上遇到了护士绿子小姐，夏野不喜欢别人叫她的名字，这是他爸爸给他起的之前的贵族的名字。夏野不喜欢这个村子，倒不是因为这里是乡下，而是受不了这里人互相监视和报告的气氛，一个消息瞬间就能传遍村子。夏野问起绿子，就不想离开村子吗？毕竟护士到哪里都能找到工作。绿子并非不想离开，而是为了照顾妹妹不能离开。小慧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小薰发现了小慧写给夏野但最终也没能送出去的明信片，他想要代替小慧送给夏野，但夏野却以他们不熟拒绝了，甚至连小慧的葬礼都没有参加。在小慧的葬礼上，大人们仍旧议论纷纷，什么小慧的父亲好可怜，小慧失踪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这让小薰很难过，人都已经死了，大家应该悼念才对。他害怕下葬小慧的洞穴会把自己也吸进去，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他突然跑到小慧父母面前，想要把自己买的礼物和小慧一起下葬。主持葬礼的市井同意了。夏野回到家之后一直心神不定，还觉得小慧在草丛里看着自己，对方肯定觉得自己的单相思让人感动，认为总有一天自己会
会接受他的感情。这个村子里所有人都是这样，擅自决定着别人应该怎么说怎么做，他讨厌这样。小慧的血液检查报告姗姗来迟，结果虽然是贫血，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缺铁性贫血，而是因为失血太多，是尾期误诊了。但是小慧的身上并没有任何能造成出血的伤口或者内出血的迹象，像这样的死亡一定是体内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但不能解剖就无从得知。这时有护士来报告，完安制裁的依依先生去世了。最近村子里有很多人因为酷热引发的疾病过世，有医生反映，在三重婆婆在世的1周前，曾来医院拿过高血压的药，但可能是因为人中暑，看上去呆呆的。正说着，医院接到电话，又有人死了。这次过世的是刚死了儿子的哥嫂和吹木婆婆。根据邻居说，吹木婆婆在死前非常困，而且呆滞，她想要请医生来看，但婆婆不让，再加上她完全没有任何痛苦的症状，非常困这一点让伟奇想起了小慧临死前村子里接二连三的死人。伟奇察觉到了不对劲，他打电话给村公所，想要查询村子里最近的死亡人数。丧事频发，最主持的事情也非常的忙碌。去年夏天，这座村子里死了4位老人，今天仅仅半个月，他就已经主持了7场葬礼。明显这些人绝对不是中暑这么简单，于是找到了伟奇，想要知道他们真正的死因，但伟奇也不清楚，所有人的死因全都不明。很快，村公所的石田先生带来了村子8月份的死亡报告。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座村子居然已经死了整整10人了。这种情况明显异常，考虑到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出现了传染病，因为大家的症状基本一致，都是突发的中暑情况，然后从小症状开始，在数日之内急速恶化。昨天安森店里的奈绪小姐来医院检查，又是同样的症状。伟奇给对方做了全面的检查，嘱咐他3天之后无论如何都要再来一次，因为证据不足，还无法确认到底是不是传染病之前不能引起骚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收集情报。市警表示自己会向死者家属打听消息，无论如何都必须查明这些人的死亡原因。夏野再一次关上了房间的窗户，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仍旧在林中窥视着他。因为错过了电车，夏野准备步行去路程3小时外的车站坐巴士。还好在路上遇到了好友小彻，绿子小姐正在陪他做驾驶练习，于是顺带捎上了夏野。因为窗外的视线导致他睡眠不足，夏野迫切的想要离开村子，但他的父母就是为了追求自然才搬来的。路上遇到了小宝和同学郑雄，小彻就招呼他们也上车，但在看到车里有夏野后，郑雄突然生气的跑走了。村子很少有外来人，所以夏野刚搬来时总是受人议论，父母更是因为不同的姓氏让人觉得奇怪。他的自行车在路上爆了胎，热心的小彻将他拽进自己家里，帮他修好了车胎。夏野虽然想着反正都要离开，就不打算和任何人搞好关系，但最后还是败给了热情的小彻，两人从此也成为了朋友。奈绪小姐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和小慧一样的贫血，身体没有任何伤口和内出血的情况，所有指标一切正常，但红细胞却在大量的减少。尾崎让绿子打电话通知奈绪来做检查，但对方却并没有来。倒是第2天，奈绪的竹马安森把他送到了医院，对方的情况已经非常差了，心跳很快，手臂上有被咬过的痕迹，将奈绪送去抢救。尾崎问安森，他们周围的人有没有类似的症状，或者见到什么奇怪的人。安森突然想起几天前盂兰盆节的时候，他们见到了住在山上洋房的同夫家的男女主人，是一对行为举止都很奇怪的夫妻。老板娘和奈绪都热情地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不过因为家里人很多，那对夫妻约定好了改日拜访。不过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情况。尾崎推荐将奈绪转到大医院治疗，虽然嘴上安慰安森没事，但他知道奈绪肯定没救了，死如果蔓延，这座小镇会很快的灭亡。晚上的时候，市井在寺庙的门口遇到了一个小姑娘，对方是他的读者，从爸爸的书架上读完了他写的所有小说。因为读了室内采访专栏，他们一家找到了这座村子的地址并搬了过来。他很想知道写出那些被神所抛弃的故事的人究竟长什么样，于是就顺着寺庙的地址找来了。看到后有些失望，觉得市井意外的平凡，并没有想象中的绞尽而尾巴，但是有伤痕。市井急忙藏起了自己的手，女孩说自己叫沙子，告诉市井紧紧割腕是不会死的。之后沙子一蹦一跳的引入了黑暗之中。没几天后，市井主持了奈绪的葬礼，路过的郑雄看到之后兴奋地冲进了阿扯家，再加上小慧也死了，大家都很年轻，难道村里出了什么怪病吗？郑雄这个人有些怪，和家里人的关系也不好。小时候在得知嫂子和哥哥要结婚后，他就和嫂子闹掰了，单方面的认为嫂子一定会讨厌他。郑雄非常看不惯冷淡的夏野，一看夏野居然
人在小彻家顿时开始阴阳起来，说他不肯接受小慧的衣物，肯定是性格有缺陷，要是让小慧知道了，肯定会从九泉之下爬出来恨死他。夏野神色冷淡的一顿腿，把郑雄气得想打架，最后还是被小彻劝回去了。夏野最近被那道奇怪的视线注视着，不敢睡觉，倒是在小彻的床上马上就睡着了。小彻无奈，但还是给夏野盖好了被子，出门买饮料。结果不巧，硬币掉在了贩卖机底下，还好路过的猫耳男陈吉用老头乐帮他捞了出来。对方也是新搬到洋房的人，阿彻热情地邀请他下次来家里玩。陈吉红着眼睛表示必定会去拜访。夏野睁开眼，女孩的鬼影在窗外朝他逼近，他害怕的闭眼再睁开，鬼影又不见了。这座村子里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症状都一模一样。更奇怪的是，警察局高健先生去世的当天，他的妻子就带着孩子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的离开了村子，行李还是搬家公司半夜来搬走的。新的警察很快上任，只是看上去不太面善，说起来似乎还有其他死者家人也是在半夜突然搬走的，洋房那户人家也是半夜搬来了。这个村子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死者奈绪小姐的儿子小进半夜突然心脏停跳，尾崎医生前来急救，发现安森也开始出现相同的症状，将两人都送到了大医院治疗。尾崎再次化验了安森的血，发现同样是贫血的症状。夏野在屋子里睡觉，窗外小慧的鬼影又在朝他靠近，这次居然直接穿过窗户飘进了他的房间。夏野猛地惊醒，但房间里什么都没有。深夜，市井打着手电筒进入林中，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响动，回头一看，居然是他的小粉丝沙子。对方似乎是迷路了，于是市井将沙子带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一间建造在寺庙里的教堂。沙子得了某种怪病，不能接触紫外线，所以他不能在白天出门。市井心情低落，村子里的年轻人相继死去，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但沙子认为，年轻也好，年老也好，死对谁而言都是残酷且平等的，不管生前拥有什么，在死后都会化为虚无，所以死亡是残酷的。说完之后，沙子就离开了，表示自己下次会把书带来让市井签名。不久之后，尾崎收到了安森死亡的消息，加上安森，村子里1个月已经死了19人，基本上可以断定是传染病了。尾崎召集了医院的员工宣布这件事，但他们必须要查清原因才能申请国家的援助。现在他们所知的只有这种病的症状是以贫血开始的，原因可能是失血或溶血，之后就会出现体内多脏器功能受损，大概3到4天之后就会死亡。至于传染途径，可能是动物传播。不明原因和传染方式的传染病，这让医院的众人都有些恐慌，生怕下一个被传染的就是自己。尾崎尽力安抚大家的情绪，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收集证据，不要让医院成为传染源，而且在确定之前不要传播消息，以免引起恐慌。夏野最近被小慧的鬼影折磨得心力交瘁，就连坐巴士上学的路上都能梦见对方纠缠自己。长久的精神紧张加上睡眠不足，让夏野脸色非常差，于是又跑到了基友小彻的家里补觉。正好小彻也有事情想拜托他喜欢上了护士绿子小姐，希望夏野能陪她去约人。夏野答应了，然后倒头就睡。自从夏野总是留宿后，小彻就贴心的给他准备了床铺，但即使不在自己家中，夏野依旧睡得不安稳。他梦到了小慧眼冒红光出现在了小彻家门口，夏野的意识非常清醒，但是他的身体就像被定在原地一样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小慧走进屋子上楼，推开了他的房门。夏野惊出了一身冷汗，然而推门的并不是小慧，而是过来查看情况的小葵。夏野松了一口气，却惊悚的再次听到了小慧的声音。小慧身体扭曲，从床底爬出来，直勾勾看着夏野，环顾四周之后，盯上了熟识的小车。他憎恨对方和夏野关系亲密。窗外浮现出了沉思的声音，小慧趴在小车身上，恐怖的尖牙逼近了小车的脖子。夏野猛地惊醒，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他满头大汗的摇醒小车，发现对方的脖子上并没有咬痕，才放下心来。难道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做梦吗？夏野卷过被子，倒头就睡。为了查明村民死亡真相，市警骑着小电动挨个走访死者的家属。随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几个月内去世的青壮年全都在死亡之前提出了辞职。市警来到图书馆，却被告知图书管理员柚木先生也辞职了。小车已经连续请了好几天的假，据妹妹小葵说，一直在房间打游戏。夏野打算明天过去玩，然而刚走到小车家门口，尾崎医生就匆匆赶到。夏野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刚上楼就被告知小车已经死了。突然之间，夏野面前浮现出了被自己遗忘的记忆。小慧从小车身上抬起头，舔干净了嘴
角的血。小彻死后，夏野收到了小慧生前没有寄出的明信片，他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打开窗将明信片撕碎扔了出去。郑雄的小侄的博斯突然发病，一家人焦急地带着孩子去看医生，留下郑雄一人看家，这让郑雄非常嫉妒。他感冒的死后只和他说睡睡就好了。一番检查之后，症状果然是贫血，大家都非常担心博斯的病情，郑雄却非要跑过去犯贱，各种阴阳，话里话外都是博斯可能会死，最近死的人这么多，说不定就轮到他们了。然后不出所料的被自己爹狠狠扇了一巴掌，他的哥哥也对他失望至极。郑雄哭着跑出家门，心里却还在怨恨自己的侄子，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就不会遇到这种事了。跑着跑着就来到了小彻家，今晚正在举行小彻的葬礼，守灵的弟弟妹妹神色悲伤，郑雄走进去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反倒是夏野全程都非常的冷静，看着躺在棺材里的小彻，强忍着悲伤祭拜。郑雄哇哇大哭，诉说着自己和小彻的美好时光。一看夏野还是那种事不关己的冷酷样子，郑雄就气不打一处来，揪着夏野的领子骂他冷血，但夏野却让他别没事找事儿，要吵架也别在这种地方吵。郑雄更生气了，但小葵却突然发飙骂了他一顿。冷酷的人是郑雄才对吧？他们可是小彻的亲人，心里的痛苦和悲伤远在他这个外人之上，他真的是来安慰他们的吗？还只是来寻求慰藉的？被骂了一顿的郑雄又赌气跑出了小彻家，他想要回家，却发现正门已经锁了。突然一个人影从他面前闪过，径直走进了他家后门。郑雄跟了过去，却什么都没发现。正当他准备进门的时候，突然有树叶落了下来。郑雄抬起头，一个穿着寿衣的人突然从树上跃下，可怕的尖牙咬住了他的脖子。在一起来偷窥夏野的小慧发现了自己被撕碎的明信片，于是哭着离开了。而夏野也通过地上的痕迹得知了小慧果然还存在。尾崎医生来到郑雄家，宣布了博斯的死讯。没注意到楼上的郑雄也只剩一口气了。医院又送来了一例症状相同的病人，病情十分严重了才来医院。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老婆婆用了偏方草药给丈夫医治，结果却越来越严重。听到这里，尾崎一下就爆发了，人都成这样了，居然才送来，还自己煎药，外行人为什么要随便插手治疗？大家都被吓了一跳，还是第一次看见尾崎发这么大的火。不过也都能理解，对疫病至今没有有效的对策，大家也变得越来越忙碌。市警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告诉了尾崎，在村外工作的使者全都在死前辞职，一声不吭突然搬家的也很多，就像是村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疫病不过是其中的一环。听到这里，尾崎又生气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应对疫病，市警却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调查上，有这功夫不如去找找发病的人。说完就气冲冲的离开了。尾崎也知道自己有些无理取闹，尾崎一家世代都是医生，他从小就被告知要以守护村子为己任，任何损害村里人性命的事都是对尾崎家的侮辱。夜晚，沙子又来找市警，这次他带来了要签名的书。市警将村子里流行疫病的事告诉了沙子，希望他尽量不要出门的好。沙子表示自己有家庭医生。市警很内疚，尾崎因为无法拯救患者而焦躁，但自己却帮不上什么忙。他知道尾崎的怒火不是对他的，而是对无力的自己。沙子摸着市警的头安慰他。郑雄面色僵硬地躺在床上，苍蝇飞进了他大张的嘴里，他已经死了。夏野借了吸血鬼的电影跑到小彻家里看，小彻的弟弟小宝和他提起了关于尸鬼的传说，因为村子里实行着土葬的传统，如果小孩子不乖，据说到了晚上会有尸鬼爬起来惩罚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夏野就去图书馆查找关于尸鬼和吸血鬼的书，发现那些书都被少主持市井借走了。夏野来到寺庙找市井，只见到了对方的父母。市井因为写小说，经常会借阅很多资料，越来越多的人死亡，让村子里的人开始害怕起来。几个大爷大妈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候，红发大妈玉美嚷嚷着是廉政给他们带来了不幸，山上盖起洋房的地方不吉利。医院又来了一位症状相同的病人月子小姐，尾崎依旧在进行了各种尝试。医院的临时工因为太害怕而选择了辞职。今天后，尾崎说去月子小姐家复诊，发现对方的气色居然好转了。尾崎想了想，似乎是因为这次用了输血的效果。虽然第二天是休息日，尾崎还是嘱咐月子去医院进行一次检查，然而第二天却一直等不到人。打电话过去，月子的丈夫说妻子不愿意在休息日麻烦医生，打算周一再去。尾崎很生气，亲自上门问诊，发现月子已经去世了，满肚子的怒气无处发泄。尾崎愤怒地踹着草堆泄愤，突然发现夏野出现在医院门口，他来向尾崎确认小慧是不是真的死了，不会出现死而复生的情况吧？尾崎笑了，这种情况能复活的也只有僵尸和吸血鬼了。说完之后，他突然愣住了，知道自己问了奇怪的问题，夏野扭头跑走了。回想起之前接手的病人和他们出现的症状，尾崎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难道这一切并不是疫病？小薰和小昭潜伏在了山上城堡的周围，小昭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曾在这里看到过已死之人的出现，村里人的接连死亡肯定和这里有关，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暗中已经有人盯上他们了。
一对姐弟躲在草丛中，身后一抹黑影正朝他们靠近。突然一道声音响起，夏野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认出了小薰是小辉的朋友。夏野将两人带离了那片小树林后才开口说他们刚才被人盯上了。看小昭神色紧张，还拿着棒球棍，夏野问他是不是也觉得那栋房子有问题。此话一出，小昭就跟见到了亲人一样，哭着扑进了夏野怀里。终于有个人肯信他了。他和父母说了村子里频繁死人和奸症有关，父母却只当他小孩子说胡话。夏野将两人带到了神社密谈，村子里自古就流传着尸鬼的传说。小昭说在洋房前见过已死的康信，夏野也见到了小辉，这两人在生前都和同夫的女主人有过交集。为了确认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死而复生，夏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去挖小辉的坟。殊不知他们的圈话已经全都被陈四听见了。穿着寿衣的郑雄使劲敲的棺材板，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自从小赤的葬礼后，他被一个穿着寿衣的大叔袭击，身体就越来越差。大叔每晚都会来敲开窗户吸他的血，直到他的血全被吸干而死。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发现他，他明明没死，怎么就被埋了呢？突然棺材板被人掀开，他的面前出现了陈四的身影。郑雄惊恐地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陈四教他用呼吸的方式说话，结果郑雄惊恐地发现自己没有呼吸了。再一看，爬上来的地方居然是自己的坟墓，郑雄被吓得屁滚尿流。陈四边埋坟边和他解释，他已经复活变成尸鬼了，而且不是每个死去的人都会变成尸鬼，几个人中只有一个能复活，像他的侄子博斯就没有复活，所以说郑雄是特别的存在，是他重要的伙伴。听到这里，郑雄顿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尸鬼不会长大，不会生老病死，但又不是不死之身，被人砍下脑袋或者用木桩刺穿心脏还是会死的，而且会惧怕阳光，被灼烧一段时间就会死亡。陈四将郑雄带到了一间房子里，天亮后尸鬼就会入眠，日落后醒来。最重要的是食物，尸鬼为了生存必须吸食人的血液，所以他要去袭击别人。陈四让郑雄别在意，人类就和家畜没什么区别，说着还贴心的给他准备了第一顿美食。看着倒在地上的陌生人，郑雄吓坏了，他说什么也不愿意杀人，但陈四可不会惯着他，如果郑雄不进食，那么就把他拖到太阳地下烧死，因为陈四是白天也可以行动的存在，趁着郑雄熟睡时能有各种办法弄死他。不过陈四也知道要袭击第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他在房间里放了一杯血，紧接着将郑雄推进了房间。是杯子还是人，选择权在他的手里。看着地上痛苦不堪的少年，郑雄不受控制地露出了獠牙，一把夺过角落的杯子。继奈须一家三口全部去世后，安森家的吉子婆婆也染上了相同的病。这次尾妻决定让吉子婆婆入院治疗，尾妻也找来了市井向她道歉。正好市井也有要紧的事要说，村公所的石田先生突然失踪，而且所有最近开具的死亡证明和名单全都不见了。再这样下去，外场村出现众多死者的事将无法被外界得知。尾妻并没有过多惊讶，像是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他已经找到这一连串死亡的原因了。从贫血开始的综合症状，皮肤苍白而虚脱，出冷汗，脉搏微弱，最后多是脏器功能不全。他之前太过于执着传染病而忽略了出血性休克，虽然没有外伤和内出血的症状，但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处如被虫咬的痕迹。但制造这些的不是虫子，而是尸鬼，是有尸鬼吸干了死者体内的血。只有认同了这些非常实性的存在，才能引导出所有的答案。那些突然离职和搬家的人，应该也是为了尸鬼不让村子的死亡率增加而给出的暗示。这种超自然现象，市井应该比他更了解。市井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尾崎接下来将尸鬼存在的基础上进行下一步行动，他已经让吉子婆婆住院了，并且决定彻夜守护，说不定还真的能抓到敌人，所以他想寻求市井的帮助。小薰和小昭按照约定去和夏野碰头挖坟，走到一半，小薰又突然反悔了，他觉得夏野不靠谱，居然为了一个离谱的猜测就要去挖他最好朋友的坟，他实在是做不到。但小赵却坚信夏野是对的，他一定会找出证据让大家信服。两人到了地方，夏野已经带着工具等他们了。在小薰的带领下，他们很快找到了小辉的坟墓。夏野戴上手套，毫不犹豫一铲子下去。沙子又在教堂见到了市井，绝对的孤独感，毫无理由被区别对待的人，被神所抛弃的痛苦，这是市井的小说里不断重复的主题。沙子读着市井的书，觉得作者一定很孤独，但看到市井本人后，他一点都不觉得他是被神抛弃的人。市井倒是觉得沙子很孤独，看得出是在夜晚的世界被区别对待的人。沙子的表情变得很悲伤，被神抛弃的痛苦，他说不定就是这样。再说夏野挖坟小队这边，一想到棺材里的小慧可能已经变成了一具干尸，小军吓得大叫着一屁股坐在地上，突然发现自己送给小慧的礼物盒子被扔在地上，里面装着祈福用的玉手。这东西他明明在下葬的时候和棺材一起埋进土里了才对，为什么会在外面？这只能说明小慧的坟墓曾经被人掘开过。于是
夏野和小昭开始动手挖坟，小薰也鼓起了勇气在一旁帮忙。坟墓下葬的特别深，他们一直从白天挖到晚上，才终于挖出了棺材，而被埋住的棺材居然没有合拢。夏野一把掀开棺材板，小薰害怕的捂着眼睛，但棺材里却什么都没有，是空的。这一下夏野确信小慧变成尸鬼了，一双手从暗处伸出，将小薰拖进了黑暗中。小薰吓傻了，捂着他嘴的人皮肤异常冰冷，眼看那人张开獠牙朝他的脖子咬去，小薰掏出兜里的玉手，对方被成功吓退。夏野冲上来一铁锹正中对方脑袋，那人就直直的倒下不动弹了。夏野摸了摸，发现对方没有呼吸，还以为是被自己拍死了，于是冷静的看着自己刚挖的坑，打算毁尸灭迹。正准备抬人的时候，发现了不对，这个人浑身冰凉，没有一点体温，如果是被他拍死的，至少也应该有点余温吧。这个人确实是死了，但绝对不是刚死的。于是三人合伙将死人拖进了小慧的墓里，并没有进行掩埋，希望能被大人发现。接着就打发小薰和小昭回去睡觉。大半夜又是挖坟又是埋尸，两个小孩被吓得不轻，晚上都挤在一起睡。小昭表示自己明天到了学校一定要和大家说这件事，即使没人相信他也要说。夏野虽然全程表现得非常冷静淡定，但是他是真真切切动手杀了人的，到现在手还止不住的颤抖。在他们回到家后不久，被埋进坟墓的尸鬼苏醒了。一大早，夏野来到小慧的坟前，发现坟已经恢复了原样，昨晚的尸鬼也不见了。小昭嚷嚷着他们肯定是在洋房的巢穴里，如果是吸血鬼的话，白天肯定在睡觉，他们趁机潜入就能把他们都干掉。但夏野却说不行，因为陈四也能在白天活动。虽然尸鬼的各种特征都和吸血鬼很像，白天沉睡，晚上醒来，害怕十字架、圣水和大蒜，不受邀请就无法进入家中，打入木桩就会死。但这也是电影和小说中的情节，他们对对方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连具体的数量都不知道。如果算上迄今为止死去的所有人，数量可能是在10人以上。要怎么和尸鬼作战，才是他们应该考虑的。小薰突然想起，他们隔壁的本桥阿婆也是因为相同的病情才过世的，正好在今天下葬。如果来得及，他们就能在阿婆变成尸鬼之前挖开坟墓，将其收拾掉。但要用什么方法动手？夏野想到了在心脏上钉下木桩。昨天拍完尸鬼的手还在不断的颤抖，夏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下得去手。三人尾随本桥阿婆的出葬队伍，一路找到了阿婆的坟墓，但是天已经快黑了，于是他们打算下次再说，反正阿婆也不会一下变成尸鬼。晚上，市井离开寺庙前往医院，回想起尾期的话和不能见光的沙子，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与此同时，夏野家的门被一个带着诡异和风玩偶的小姑娘敲开了。小姑娘叫静，说自己找夏野有重要的事，要进去找她。夏野的父亲结成对静这种滑稽的表现形式非常不满，并不打算让对方进来，让他有什么事明天再来。却没想到玩偶瞬间变脸，不断大喊大叫，就要今天等。结成被吓了一跳，觉得这个孩子实在太诡异，坚持不让他进门。静直接生气的将玩偶扔进了屋子，在手上画人脸，对结成骂骂咧咧。妻子出来查看情况，发现对方只是个小孩子，觉得没什么，就让他进了家门。静也毫不客气的进门捡起玩偶，要去夏野的房里等人。结成有些生气了，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对方的气场实在有些诡异的可怕，也只能给他指出了夏野的房间。而毫不知情的夏野刚刚告别小伙伴，骑着车往家里赶去。这个镇上的人接连死去，所有人都是同样的症状，贫血之后的几天内快速死亡。2个月的时间，村子里几乎每天都在死人。村子里的医生韦奇一开始认为是某种传染病，但经过夏野的提醒后意识到，这一切可能不是传染病造成的，而是和吸血鬼类似的尸鬼。因为村子里实行土葬，死去的人会死而复生，从棺材里爬出。正巧杰子婆婆病发，于是韦奇就将杰子留在了医院，打算到晚上观察，看看到底会不会有尸鬼来袭击。市井虽说前来帮忙，但他并不是很相信韦奇的说法。韦奇坚信尸鬼会来，从目前的病例来看，他们并不是当场就把人杀死的。小慧从发病到去世经历了4天，也可以认定是被吸了4次血。一般情况下，人体失去血液循环重量的50%以上，也就是2升的血液就会发生心脏停跳，一次肯定是没法吸2升血液的。如果分开4次吸食，2次之后就会出现休克症状。但要是被袭击，受害者应该知道才对，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呢？韦奇推测是尸鬼在吸血的时候给受害者体内注入了类似麻药的物质，以此控制对方。经过1天的入院治疗，杰子的情况逐渐安定了下来。医生没让其他同事插手治疗，不眠不休的工作让他变得疲惫不堪，连开会都能走神，这让大家都有些担心。为了照顾儿子，韦奇的母亲以他的名义叫回了在城里工作的妻子公子，婆媳关系看上去并不好。害怕村子里真的出了传染病，他让儿子将病患都送到城里的大医院。
作为尾崎家的独生子，他要是出了事该怎么办？尾崎不理会自己的母亲，骑着车走了。要是真出了事，你再去改嫁不就得了？尾崎和市井晚上要留守医院，绿子做了便当，准备去医院探望，却在路上惊悚地遇到了已经死亡的奈绪。尾崎琢磨着要怎么对付尸鬼，什么害怕十字架和大蒜都是虚构出来的，要是能抓来一只解剖就好了。市井表示不赞同，如果对方除了吸血和普通人没有区别，这么做也太残忍了。突然，窗外传来了指甲剐蹭玻璃的诡异响动，原本昏迷的杰子猛地睁开眼，大喊：“在这里！”尾崎拉开窗帘，早已死亡的奈绪如同鬼魅一般漂浮在窗外，病床上的杰子更激烈的叫嚷着，两人都被这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奈绪见偷袭不成，缓缓落在了地面上。尾崎打开窗户吼退了奈绪，黑暗中只剩下了一双血红的眼睛。住院第3天，杰子的意识清醒了过来，身体也开始好转。尾崎感到非常欣慰，说不定他能成为第1次康复的患者。杰子对昨晚的事情完全没有印象，只说自己做了关于奈绪回来的梦，而在前天、大前天也做了同样的梦，无比真实到他以为就是现实里发生的。杰子害怕地颤抖着，尾崎发誓自己绝对会救杰子。白天，他因为太过疲惫，在办公室里睡死了过去，并不知道他的妻子在医院门口遇到了陈四。看望完妻子后，杰子的丈夫就和他告别回家去了。杰子和丈夫说着明天见，但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按下床头奈绪的照片，尾崎和市井照例在外面守夜。市井突然想起这么一则传说：吸血鬼之类的怪物不受到邀请就无法进入家中，而发出邀请之后，这一家就向吸血鬼开放了。所以奈绪昨晚没能进来医院，这家医院可以说是安全的。楼下站着无数的吸血鬼怪物，医院突然漆黑一片，有人拉下了医院的电闸。市井摸黑去1楼启动发电机，而杰子在奈绪的呼唤声中猛地坐起身，像是被空着一样冲出门去要找奈绪。同一时间来到1楼的市井在窗外看到了1岁的小慧以及许许多多的尸鬼，他们并没有进来医院发动袭击。市井以为尸鬼没有邀请不能进入，却没想到小慧诡异的一笑，他们已经收到过邀请了。市井拉开电闸的瞬间，陈四突然出现在了病房外，一拳将尾崎砸倒在地。不过他并没有杀掉尾崎，而是抱着杰子跃下了2楼。奈绪开心地上去抱住母亲，然后张开金牙对着杰子的脖子咬下。越来越多的尸鬼朝着杰子围拢，将人彻底吸干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医院。他们走了一半，突然发现小慧不见了。此时他正急匆匆地朝着夏野家赶去。时间回到4天前的10月1日，夏野回到家中，告知有个小女孩正在他的房间里，但打开门一看，女孩已经不见了，而窗户大开着。在得知父母同意了女孩入室请求，并说还有其他人要来时，夏野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于是在房间里贴满了符纸和十字架，并打电话通知小薰和小昭，不管是谁来拜访，都不要让他们进门，不然就有将尸鬼招待进家里的可能性。结果第2天，结成给夏野送的新座椅进了他的房间，因为非常讨厌迷信和宗教，而把房间里的符纸全撕了。夏野没有办法，只能拎着扳手等待尸鬼的到来，他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而正如他预想的那样，10月3日，陈四聚集了一群尸鬼对医院发起突袭。发现杰子婆婆住院之后，同夫家就知道了尾崎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存在，同时也派出了尸鬼去袭击夏野。小慧急了，不许尸鬼对她的暗恋对象动手。奈绪安慰小旭，夏野死而复生之后就会成为他们的同伴了，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变成尸鬼的，像奈绪的丈夫和儿子就没有。奈绪被怼得掩面痛哭，尸鬼的人数还太少，如今不能让村民察觉到他们的存在，所以开始调查这件事的夏野非死不可。于是小慧提出自己动手，但陈四却并不允许。10月4日，尸鬼袭击医院，咬死了杰子。奈绪开心地等待着母亲变成尸鬼，但在回去的时候，小慧并没有跟上大部队，而是转身朝着夏野家飞奔而去。她绝对不允许夏野被别人杀死。12点一过，夏野的窗外传来了敲击玻璃的声音，一道身影浮现在了窗外，不断摇晃着玻璃。夏野立刻紧张地握紧了扳手，知道身影明显不是小慧，难道是被他用铁锹拍进坟里的那个男人？发现紧锁的窗户无法打开之后，来人又转到了大门口，轻而易举地拧开了他家的门。夏野懵了，他明明睡前上过锁的，是他爹打开的。搬到乡下，听说这里从来又犯罪后，他们家就禁止锁门了。他的父母在大学时候就生下了他，但因为对户籍制度抱有质疑，结婚之后并没有办理入户手续，导致双方的姓氏不同。夏野在户籍上跟着母亲小出姓，拒绝所有理所当然的事，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对的。不过他的意见搬到这种乡下，只觉得这里更适合他们。夏野发誓要离开这座村子，考入大城市的大学，他绝对不会死在这里。察觉
住的那人离开大门，又回到了窗外。夏野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一定要将这个人抓住，拖到村民面前。却没想到下一秒，窗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听到对方呼唤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夏野紧握的扳手掉到了地上。会这么叫他的人，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夏野拉开了纱窗，明知道只要紧闭窗户就能安全，但他还是选择打开窗户向外望去。一只冰凉的手猛地拽住他的胳膊向外拉扯，夏野死死把住床往回拽。撕扯之间，他看清了来袭击他尸鬼的样子，正是他的好基友小彻。小彻发现自己的身份暴露后，捂着脸跑进了林子里痛哭。小慧也正好赶到，他就猜到了陈四派了小彻来。如果小彻不来袭击夏野，那他的弟妹就会受到攻击。而夏野已经发现了尸鬼的存在，即使他不来，陈四又会派其他人来，倒不如他亲手解决，还能让夏野少些痛苦。但真的当他看到夏野，却害怕的退缩了。于是小慧走了出去，这件事就让他来做，他是绝对不会犹豫的。夏野追着小彻跑了出去，他其实早有预料，被尸鬼杀死的小彻极有可能也变成了尸鬼，但是他一直都在刻意回避。不管是小慧还是其他人来杀都不要紧，但怎么都不应该是小彻。他对这座村子里美好的回忆全都有小彻在。小彻是个好孩子，非常受欢迎，但小彻却偏偏喜欢和他这种不讨人喜欢的人待在一起。那样好的小彻，双手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冰块呢？小慧找到了夏野，正准备进行袭击的时候，陈四先一步来到了夏野身边。夏野非常聪明，他第一次察觉到了尸鬼的存在，但却没有选择一个人逃跑，因为他足够善良。虽然嘴上说着讨厌这座村子，但却没办法做到见死不救。如果他是那种发现之后躲在家里发抖的人还好，但是他的胆子太大了，和尾崎一样想要狩猎他们，这是陈四无法允许的。夏野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人，打不过他还跑不过吗？但陈四早就知道小慧埋伏在周围，于是叫出小慧堵住了夏野的退路。现在是1对2的不利局面，两只尸鬼朝着夏野逼近，夏野无路可退。而就在这时，他的身后伸出了一双手，小彻流着眼泪抱住夏野，露出了自己的獠牙。小慧当场破大防，陈四一脸兴奋。最终夏野无力地倒在了地上。尸鬼们张开獠牙扑向婆婆，一眨眼老婆婆就被吸成了干尸。杰子婆婆的丈夫看着妻子的遗体痛哭流涕，明明昨天身体状况一度好转，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医院的护士们都在感慨。绿子觉得尾崎医生变得很奇怪，之前患者去世的时候他总是很悔恨，但今天却如释重负般的非常平静，像是被什么附身了一样。这时绿子接到电话，又一位同事因为太害怕选择了辞职。而在后院，尾崎的妻子公子告诉了自己的婆婆一个惊天噩耗。国道旁边有个倒闭的便利店，监正家的医生在那里开了家诊所，和他们抢生意。婆婆惊得五雷轰顶，成功打救到恶婆婆的公子回到房间，而陈四就在他的房间里。村子里的人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自然有人怀疑是不是出了传染病。中学老师说，他们班上突然请假搬走的学生就有足足8人，是不是察觉到传染病的事逃走了？于是咖啡店的熟客们聚集到一起，并叫来了尾崎，询问他村子里到底有没有发生传染病。但尾崎并没有挑明说，只是模棱两可的表示不好说，并表示如果他的家人死了，他会选择火葬，随后就离开了。尸鬼的事自然不能说，现在只能让大家认为这是传染病，而且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只是尾崎和夏野，神神叨叨的神婆玉美婆婆也察觉到了真相，那就是监正一家都是死而复生的活死人，是整座村子里罪恶的根源。而他要为了拯救村子行动起来。一看母亲又在发疯，玉美女儿伏地大哭，就因为母亲总是做这些怪事，害得她被村里人取笑。对此玉美的心中满是不屑，她嫁给了一个懦弱愚钝的男人，过着平庸的生活，和她相生的2个儿子相继死去，只剩下了和父亲一样愚蠢的女儿。随着作为累赘的丈夫去世，她作为女人的一生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不一样，她要为了拯救村子而战。玉美跑到酒店里高声宣扬村子里的人都是被活死人袭击，当然没有人相信，她还被暴脾气的老板扔出了酒店。老板的儿子对着她一顿恐吓泼水，玉美落荒而逃，发誓一定要让这群人知道什么是对的。尾崎扛着锄头找到杰子婆婆的坟，知道尾崎会来，事情很早在这儿等着他了。尾崎要亲眼确定杰子是否会死而复生，如果真的复活了，就把村子人面前曝光一切，然后进行各种实验。市井觉得尾崎太残忍了，尸鬼虽然会袭击人类，但他们和生前没什么两样，就算是杀人犯，他们就能随意下手了吗？我怎么感觉这个少主持浑身笼罩着圣夫的光辉？虽然他们杀人吸血，但他们都是人呐，他们也只是为了活下去啊！尾崎当场怼了回去，你只是
退缩了而已。尸鬼的死是残忍的，但人的死就不残忍了吗？只要他们有一个活了下来，牺牲就会继续。难道你要看整个村子都死绝吗？就没想到听到这里，市井突然脸色大变，像是要晕倒一样的逃走了。市井来到教室，而沙子也如约而至。他问市井最近在写什么小说，市井说是浪迹荒野男人的故事。他因为杀死了亲弟弟，被村子里的人放逐到荒野，而他死去的弟弟变成尸鬼追了上来。尸鬼，尸体化作的鬼。听到这个称呼，沙子突然开心地转起了圈圈。不是没有肉体的幽灵，也不是没有灵魂的僵尸，而是有着精神寄托的尸体，和人类相似却又不同的存在。沙子听出了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于圣经哥哥亚伯杀了弟弟该隐的故事。市井突然问沙子：“那你是亚伯吗？”沙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市井身后，露出獠牙，朝着市井的脖子咬下。但没想到市井的下一句是：“我觉得你就是尸鬼。”听到这里，沙子收起獠牙，转身离开了。玉梅依旧在满村的宣扬监正家都是活死人。监正搬进来后，村子里就开始频繁死人，而且他们只到晚上出现，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村子就会被彻底毁灭的。原本就惶惶不安的人渐渐相信了玉梅的说法，而不出所料的，劫子的丈夫德次郎也倒下了。因为家里人死光了，所以由本家的媳妇照顾。一听德次郎病倒，玉梅直接放话说这人没救了，安森家已经被活死人盯上了，下一个就轮到他们本家。玉梅又带着村民来到医院找尾崎，要求他说出村子里村民死而复生的秘密。当然尾崎是不会透露的。玉梅大骂尾崎庸医，要求把藏在洋房里的活死人揪出来，在阳光下暴露他们的真面目。尾崎表示自己会帮忙把个脉，于是玉梅就带着村民气势汹汹地杀上了洋房，哐哐哐地模仿血衣敲门。我知道你在家，你倒是出来啊，活死人！没一会儿，大门应声而开，统夫家的男主人和仆人陈四出现了，阳光照在他的身上，没有丝毫不适。玉梅大惊失色，抄起符纸贴在他身上，当然也没有任何反应。玉梅还不死心，嚷嚷着见他的老婆和女儿。统夫称老婆孩子有病不能见光。尾崎走上前，即便知道陈四不是什么好鸟，他也什么都不能说，只能笑着表示村子有死而复生变活死人的传说，并趁机提出想进行检查。统夫很痛快地答应了。而尾崎在检查之后发现，统夫毫无疑问是个正常的活人。玉梅不可置信，这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玉梅回到家之后又哭又闹，统夫家明明就是活死人，为什么没人愿意相信他？而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求救声，一个女孩大喊自己家里被活死人袭击了。玉梅二话不说冲了出去，但玉梅的女儿却惊悚地发现，那个求救的女人露出了一抹惊悚的笑。在村所上班的小勋父亲最近很苦恼，因为他的同事们全都不见了，有失踪的，有辞职的，也有搬家的，就连所长都因为身体不好而一直请假，死亡证明不断送来。搬家的明明很多，却没见什么搬运申请，而临时工的两个同事只在晚上出现。小赵鼓起勇气想要将真相告诉同学，结果玉美婆婆的事闹得人尽皆知，监正家根本没有问题，小赵也不好再说什么。到了黄昏，他们终于收到了夏野的联络，只不过夏野的脸色非常的不好，关乎到监正是不是活死人的问题，夏野没有回答，而是让他们马上逃离村子，说着露出了脖子上的牙印。他遭到了小车的袭击，已经注定要死了。看来尸鬼打算将这里变成活死人的村子，让死去的人死而复生。这座村子本来就与世隔绝，外面的人根本不会察觉到村子的人被调换了。正因如此，这座村子才会被选中。夏野让姐弟俩快逃，不然下一个遭到袭击的就是他们。至于夏野，他还有要做的事。小军和小赵当然不会扔下夏野一个人逃走，夏野自知阻拦不了，于是警告两人不要再靠近他，说不定下次再见他就已经不再是自己了。严重的贫血让夏野非常难受，晚上迟迟等不来小车袭击他，于是跑到了外面的小树林里蹲点。到了晚上，小车果然来了，却在窗外犹豫要不要动手，于是夏野主动站了出来。小车纵然愧疚，但还是坚定地走向了夏野。夏野也不会坐以待毙，反手掏出了十字架。而身为尸鬼的小车果然害怕十字架，于是夏野用十字架扔完小车后转身就跑。他不明白尸鬼为什么要去袭击人类，如果只是需要血的话，好好说明原因，肯定会有人愿意将血液给他们的，为什么非要置人于死地呢？但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小车在后面穷追不舍，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杀人，有的人害怕杀人的罪恶，有的人害怕杀人的惩罚，但他们一旦发现杀人不会被惩罚后，很快就会习惯罪恶，将人类作为食物。你会记得你吃过多少片面包吗？但人不会将猪身上的肉一点点下来吃掉。夏野停下来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了木桩，他
他很聪明，知道该如何对付吸血鬼。然而看着小车和生前没有两样的神色，夏野最终还是没能下得去手。他扔掉了木桩，挽起袖子让小车来吸他的血，这样小车就不会去袭击别人了。他们在一起想办法逃离这里，但小车却害怕的颤抖起来，他不敢从陈思那里逃离。他们尸鬼是狩猎人类和人类为敌的生物，不是谁都喜欢变成这样的生物的，但是不袭击人类他们就会死，因为肚子非常饿，那是一种非常空虚的空腹感，谁都无法忍受。小车崩溃的呼喊着，最终眼冒红光的张开獠牙，将夏野扑倒在地。尸鬼们聚集在居民全部死亡的山入地区，这种穷乡僻壤的环境让小慧非常不满。陈思让他去袭击小薰的父亲，原本小慧还因为小薰是他的朋友而有些犹豫，却听见陈思说小薰和夏野走得很近，正在共享秘密，联手对付他们，于是二话不说接下了任务。夏野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不敢去医院。杰成害怕儿子真的感染了什么传染病，但他的妻子却不相信这种农村医生的诊断，认为都是无稽之谈。杰成准备去找尾崎了解情况，在路上偶遇了遛狗的同夫，原本他就对这件事将信将疑，结果又被同夫用城里人身份一顿忽悠，放弃了去医院。回家又正好遇到小薰和小昭来找夏野，杰成都快对小孩子 PTSD 了，拒绝让他们进门探望夏野，却没想到夏野居然扶墙出来招呼两人进屋。小薰和小昭给他带来了一堆符咒贴在房间里，夏野也不想死，他想考上大学离开这座村子，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晚些之后，杰成进入夏野的房间，顿时惊呆了，儿子的房间里居然密密麻麻的贴满了符咒。杰成受够了，什么活死人、传染病、封建迷信，乡下人就是乡下人。第二天，小薰和小昭又来探病，开门的人是夏野的母亲，对方的表情非常阴沉。两人来到夏野的房间一看，符咒都被清理干净了，夏野的情况也越来越糟。杰成将符咒还给了他们，强硬的让他们不要再来打扰夏野了，也不许他们陪在夏野身边。小昭气得和杰成吵了起来，能救夏野的只有他们，如果夏野被活死人杀死了，那么身为夏野父亲的杰成就是凶手。小昭气冲冲的被姐姐拖走，杰成仍旧不相信什么活死人，但为了让这两个小鬼不要再来，他追出去表示自己相信活死人，并一直会守在夏野身边保护他。小薰和小昭信以为真，将符纸交给杰成后，开开心心的离开了。晚上下班回家的小薰父亲田中在路上遇到小慧，两人打完招呼擦肩而过，突然田中反应了过来，小慧不是早就死了吗？然而已经迟了，小慧张开獠牙咬伤了他的脖子。夏野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他拜托父亲将窗户打开。杰成很担心，打算带儿子去大医院看看，而在他走后，小车出现在了窗外。这个女孩是个尸鬼，她正在害死村子里的所有人。寺庙的少主持明明知道，却选择任由尸鬼作乱。安森家的最后一人德次郎先生也被人送进了医院，他和节子婆婆一样，都梦到了奈绪。明显奈绪找完婆婆又来找公公了。尾崎想让德次郎入院治疗，但对方却非常坚定地表示自己要照顾佛龙，不让任何人管他，简直就像是机械重复着背熟的话，应该是奈绪教他这么说的。之前尾崎去另一户人家看诊的时候，对方也是坚决不肯去医院。尸鬼为了不让医院插手，也是煞费苦心。尾崎的母亲突然来敲门，说他的妻子公子突然晕倒在房间里了。尾崎跑过去一看，公子的脖子上赫然有着2个牙印，明显已经失血过多到晚期了。尾崎马上让母亲去通知护士，他就说妻子这2天安分的有些古怪，尸鬼也对他们视而不见，原来是尾崎的大门早就为他们敞开了。寺庙的主持，也就是市井的父亲，在得知德次郎生病后，非要拖着病体前去探望，因为安森是管理村里布施者的家族之一，怎么劝都不听，爬都要爬着过去。市井只好给尾崎打去电话，但德次郎不肯住院，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自从尾崎去挖坟后，两人就再也没联系过，他们之间似乎有了条奇妙的沟壑。市井似乎有什么话想要和尾崎说，但到最后也只是问候了一下公子。夏野梦到自己奔跑在通往村外那条公路上，一直跑，路却始终没有尽头，失血过多已经让他的4肢失去了知觉。小车又出现在了窗外，夏野让他动作快点，他的父亲可能回来探望他。虽然他也很想过去，但是已经动不了了。小车推开窗户跳了进来。事已至此，夏野依旧期待小车能改变心意和他一起逃走，但最终小车只是对他说了一声对不起。夏野就知道他这一生都逃不出这个村子了。冰凉的泪水滴在他的脸上，小车露出獠牙咬住了他的脖子。第二天，杰成醒来，到处找不到妻子的踪迹。小猪留下一封信后，选择了离开。他看到夏野死了，他对这个村子以及杰成都受够了。杰成人都傻了，他打开了夏野的房门，夏野安静地躺在床上，早已没了呼吸。妻子出走，儿子去世，杰成彻底崩溃了。或许是因为村里死的人越来越多，村子里新开了一家殡仪馆和诊所。市井带着父亲到安德森家探望德次郎先生，说探望还真是探望。住持就一言不发地盯着德次郎看，两人谁都没有说话，像是为了诀别而见的最后一面。
回去路上，主持问事情杰斯和安森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症状，这种状况是不是在村子里蔓延了。事情以为父亲知道些什么，但直到回家，父亲都一言不发。小军和小昭日常去探望夏野，但敲了半天也不开门。男人拉开一条门缝，神色恐怖，宛如丧尸。小军和小昭吓坏了，杰成说自己没空应付小孩子，就又关上了门，对夏野的事只口不提。路过的邮差告诉他们，早上的时候这家门口停了辆灵车，应该是什么去世了。这下两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是夏野去世了。两人都悔恨不已，如果当时他们能赖在外面保护夏野就好了，但事已至此，他们也只能锁好门窗保护自己了。小慧悄悄出现在他们窗外，姐弟俩的父亲下班回家，脸色惨白，一言不发。他已经被小慧吸了血。母亲骂骂咧咧的给丈夫准备晚饭，每天都加班到深夜。村公所哪有什么班可加，肯定是个同事喝酒去了。而罪魁祸首小慧正开心的转着圈圈。公子被发现的太晚，最终没能熬过去，在当天晚上去世了。但是他没告诉任何人这件事，也不让其他人插手。护士们都以为他在尽全力救治妻子，殊不知韦奇的精神已经开始不正常了。他在妻子的身边堆满了冰袋保温，他要见证公子到底会不会变成尸鬼。深夜，酒馆的儿子赌因为在家里抽烟，被亲爹一巴掌打出了家门。而就在这时，穿着清凉的同夫妇人妖娆地走了过来，想要和他谈谈心。色心大起的赌二话不说答应了让对方进门。护士从此来上班时忧心忡忡，他的同事小雪昨天下班后就没有回家，从此很担心。他将这件事告诉了韦奇，但韦奇现在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濒临崩溃，他经常出现幻觉，看到妻子的尸体腐烂，对小雪的失踪只是冷漠地说了一句是吗就不管了。从此更难过了，大家都是同事，怎么能表现得如此冷漠呢？安森家打来电话，德次郎去世了。大家都明白，就算是韦奇也已经撑不下去了。市井和父亲商量着葬礼的事，主持让他帮忙寄信到同夫家。难道主持已经知道了同夫家是一切的罪魁祸首？小勋在睡觉时突然惊醒，窗外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小勋一下就认出了窗外的人是小慧。小慧幸灾乐祸地说着，他的父亲已经死了。小勋吓坏了，大叫着叫来了小昭。姐弟俩跑下楼推开父母的房门，父亲不在，他们惊慌失措地在家里到处寻找。最终在客厅发现了已经倒下的父亲，母亲一时也无法判断丈夫是不是真的死了。见他身边有江流诊所的名片，就试着打电话过去，想让医生来看看。结果电话刚挂断，医生就出现在他家门口，亲切地问他们自己能不能进屋。公子死亡已有4天，当然韦奇一直都在隐瞒着，让别人以为公子一直在病着。韦奇的母亲想着应该通知公子的家人了，不然事后又要胡搅蛮缠。对韦奇来说，今晚是至关重要的一晚。从尸鬼的存在尚未被人知道来看，他们不可能在死后前2天的葬礼和守夜时复活，尸变最快也得死后3天，也就是72小时之后开始。然而马上都要第5天了，公子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藏匿尸体的压力他再也无法承受，韦奇决定如果今晚还无事发生，他就放弃通知公子的家人。掀开公子脸上的白布，韦奇一个恍惚，似乎看到了腐烂的眼睛，尸体仍旧没有半点动静。而就在韦奇准备放弃之时，公子的脑电波突然产生了波动，他正进行着和腐烂完全不同的变化。天快亮的时候，同夫家的佣人加之指挥着尸鬼们回去睡觉。小慧跑过来问夏野有没有尸变，得知夏野是被城里的殡仪馆运走了，而城里都是举行火葬的，也就是说夏野不可能复活，都已经被烧成灰了。小薰难过的捂着脸痛哭，一听夏野是火葬的，最高兴的人就是正雄，都被烧成灰了呗，居然还有这种好消息。小慧气得抄起石头砸他，拽着正雄左右开弓狂扇耳光，凭什么像正雄这种人渣都能复活，夏野却要被烧成灰呢？要是夏野成了他们的伙伴，肯定会马上升到干部级，和到现在还不敢杀人的正雄不一样。加之安慰小慧别伤心了，肯定会找到更好的男人，说不定还能被分到城市班。城市班就是负责夜里从别的城市拉人过来，为了不敢杀人的尸鬼和刚尸变的尸鬼提供血液的小组。正雄刚尸变的时候让他咬的人就是从城里拉来的。凌晨4点，韦奇架起相机开始记录接下来的实验。公子在之前4天确定死亡，死因是数次出血，但在昨晚7点，脑电波出现微弱反应，翻开眼皮发现角膜透明，死后僵硬完全消失，脑电波开始频繁跳动。5点过后尸斑消失，皮肤重现透明感。6点之后出现瞳孔反射反应，而被阳光照射到的皮肤开始大面积腐烂。韦奇急忙将公子转移到昏暗的手术室，而见不到阳光的时候，溃烂又快速的痊愈了。
韦奇和护士长打去了电话，告诉他今天休诊，公子病危，他要陪妻子最后一程。护士难过的流下眼泪，殊不知已经不正常的韦奇确实是在昏暗的地下室送自己的妻子最后一程。晚上5点过后，韦奇开始对公子进行各种实验，抽血后手臂上的针孔快速愈合，血液不会凝固好分离，对各种药品也都没有反应，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变成暗红色。韦奇尝试着滴入自己的血液，发现血液很快被吞噬殆尽。而就在这时，公子醒了，眼睛已经变成了尸鬼的红色，没有呼吸和心跳。韦奇尝试了所有的麻醉药品，全都无效。公子对自己的变化和冷酷的丈夫非常害怕，他试图开口求饶，却被韦奇堵住了嘴。注射农药依旧无效。他发现公子对清脆的声音和佛像非常恐惧，而接下来要研究的就是如何终结尸鬼的生命。韦奇拿起手术刀划开大腿，伤口很快愈合，剥开皮肤，切断静脉，出血也快速的停止。韦奇尝试着破坏大脑，仍旧没有作用。最终他拿起木桩和锤子，在妻子恐惧的眼神中一下又一下的砸进了妻子的胸口。石井在当晚也思考了很多，他和韦奇是竹马，小时候也曾商量过不要做继承家业的道具，去过自由的生活。但是他们背负着村民的期待，要是将寺庙和医院舍弃，村民们该多么的失望。最终他决定去找韦奇好好谈谈。然而到了医院后，眼前的一幕让他吓傻了。手术室里如同凶杀现场，韦奇满脸是血的回过头，如同恶鬼。女人的胸口插着一根木桩，手术台上到处都是血，她的丈夫亲手杀死了她。看着一片狼藉的手术室，石井彻底傻眼了。韦奇居然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就算是变成了尸鬼，也不应该被这样对待。韦奇说自己不能任由牺牲者再继续扩大，他要开始狩猎尸鬼。石井只是定定地看了韦奇良久后，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不管标榜着怎样的大明大义，杀害他们都绝非正义。他不想杀戮，曾经的竹马彻底分道扬镳。石井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手稿散落了一地，他捡起来一看，发现上面被人用蓝笔写上了标注。夏野死后的头七小车又出现在了他的窗外，每天都会为夏野献上一束鲜花。他身后的高树上突然出现了一道神秘的影子，但他一扭头就不见了。第二天，韦奇叫来了几个朋友到咖啡馆密谈。如今村子里每天都有人死去，到了晚上几乎没有人敢出门。韦奇先提起了之前玉美婆婆引发的那场同夫家事活死人的骚乱，他想要验证玉美所说是否属实，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他，不然就去掘开耐虚的墓，里面肯定没有尸体。而面对摆在面前的真相，这些人完全不愿意相信，觉得韦奇不过是在凭空想象。一人直接摔门而出，剩下的岔开话题，说什么挖坟盗尸的现象很常见，他们受到的是近代合理主义的教育，这个世界上没有妖魔鬼怪和魔法，这就是他们对世界的认知，突然间无法将其颠覆。他们宁愿相信这只是一场传染病，等到被外面发现之后就会很快结束。韦奇知道他无法叫醒装饰的人，只好放弃了这条路。他来到村公所，发现这里空无一人。帮忙看门的龙文先生告诉他，所长得病了，只能夜里办公。其他职员也都配合的将他的上班时间改到了晚上。韦奇觉得奇怪，于是躺在河边一直等到了晚上7点再去看。果然职员们全都到了。韦奇来找石田先生，却被告知对方已经失踪。他们关于9月之后村里的死亡人数，得到的结果是0人。这一下韦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里的职员全部都是尸鬼，韦奇才不相信他们的鬼话。不说别人，安森家父子就是死在9月的，怎么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听到这里，尸鬼笑着拿出了安森一家在8月底提交的迁居申请。他们早在9月之前就已经申请搬家，所以死亡之前就不算村里的村民了。韦奇突然想起很久之前石井来找他说过很多人辞职和搬家的事，但他却不以为然。现在想来，尸鬼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掩盖村民的死亡。韦奇不会再任由尸鬼们为所欲为，他还有村民们的死亡诊断书。如果他将这份报告拿到村外，必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到时候政府绝对会介入调查。而就在这时，林子后面出现了同夫夫人千鹤的曼妙身影，他威胁韦奇不要轻举妄动，而且在近期之内他就会去拜访。也就是说，韦奇自己的时间都所剩无几了。外场新开的殡仪馆毫无疑问是尸鬼的手笔，村里的人死的太多，寺庙根本忙不过来，于是大传家的葬礼就交给了殡仪馆办理。但谁能想到，负责殡仪馆的主持是个小丑，愣是把一场葬礼办成了戏剧，这让秉承传统的村民们目瞪口呆。殡仪馆表面上在举办葬礼，但实际上干的却是偷尸体的勾当。棺材在葬礼结束之后就会被调包，空棺材交给医术，尸体留在地下观察是否会进行尸变，这一下就省去了他们挖坟的麻烦。殡仪馆就是为此而设立的。
与此同时，公子的葬礼也在医院隆重的举行着。因为害怕真的是传染病，医院的护士们都不被允许进入厨房帮忙，但韦奇的母亲却颐指气使的让他们干这干那，从此无法忍受的哭了出来。他们领起医院的工资，凭什么听一个老太婆的指示？要把她开除就赶紧。医生完全不关心小雪的失踪，那他也不想在这里干了。市井虽然和韦奇决裂，但还是来主持了公子的葬礼。葬礼之后，护士将聪子的辞职信交给了韦奇。当时的韦奇忙于公子尸变的事，完全没有将小雪的失踪放在心上。其他的护士也都对韦奇的态度难以接受，但都是因为同情他才没有辞职。双月祭祀之日即将到来，村里的男人商讨着要将今天的祭祀大办，他们有说有笑，似乎完全不关心死去的人，或者说不想去关心，也没有人愿意相信韦奇。此时的韦奇可谓是心力交瘁，而就在这个深夜，一个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正是已经死去的夏野。但夏野的眼睛依旧正常，似乎并没有变成尸鬼。夏野问他现在是否还认为小慧已经死了，小慧确实是死了，只不过是还能动而已。于是夏野转身离开，你并不是孤身一人。德次郎最终没有成功尸变，奈绪的亲人复活计划又失败了。他的父母都是烂赌的酒鬼，为了逃债扔下年仅6岁的他跑了。他从小就渴望父母，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而和深爱着他的安森结婚之后，他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亲爱的丈夫和儿子，堪比亲生父母的公婆。所以在被变成尸鬼之后，他想要大家变得和他一样，但他接连杀害了家里的所有人，却没有一人成功尸变。他的体质应该是继承他的人渣父母，善良的人全都死去了，大家肯定在什么地方安详的长眠着，只有他去不了那个地方。当时邀请同夫家进门的人是他和纯子，为什么他们家遭了殃，纯子家却安然无恙？奈绪跑到了纯子家的屋前，面容极度扭曲，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每次杀完人之后，小车都会到夏野的屋前祭拜，同夫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傻子要他到监正去，被召唤到监正就意味着要被制裁，其中被沙子召唤是最可怕的，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被杀掉，但沙子却只给他端了一杯茶。他听说小车因为杀了夏野而痛苦不堪，但要是自责的话，必须要做到恨不得杀了自己的地步才行哦。沙子给小车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从前在土葬非常普遍的时候，他有疼爱他的父母和富有的家境，但是在有一次的宴会上，他遇到了一只吸血鬼。再次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漆黑一片的棺材中，他害怕的哭喊着，直到有人发现把他救了出来。但是他却袭击了他的恩人，因为他实在是太饿了。回到家没多久，他就被送到了另一座城市，被关在仓库里，每天有女仆给他送一次饭。他不吃饭吃人，于是每天来的都是不同的女仆。即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父母还是想要抚养着他。他在仓库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明白自己是怎样的生物后逃离了仓库，靠着在路上不断的杀人吸血回到了家中。但是家人已经全都搬走了，他开始四处流浪寻找自己的家人。年复一年，回过神来，已经来到了连他妹妹都已经离世的时代。傻子和小车说这些是觉得小车应该能明白他的心情。又杀了很多人的小慧一蹦一跳的走在路上，正好遇到了尸变成功的田中。他一见小慧就生气的质问他为什么要袭击自己。小慧非常不屑，你自己不也这么干了吗？尸鬼在刚刚苏醒的时候，他们都会放1-2个虚弱的人给他们当食物，田中的没放出来，说明他已经杀过人了。接下来他就要自己去找食物。小慧建议他对家人下手，因为他成功尸变了，那家人死亡后尸变的概率也很大。话虽如此，小慧却没有袭击过自己的家人。第二天晚上，田中来到了自己家门口，但是没有受到邀请，他是无法加入的。而家里的狗也突然冲上来，对着他大声咆哮。妻子推开门训斥狗大半夜乱叫，结果一低头，田中正趴在他的脚下，妻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她以为是丈夫的鬼魂回来了，手脚并用的朝着屋子里爬去，却没想到田中一把拽住她的腿，流着泪将她拖出房间，一口咬下。第二天一早，小军和小赵没能等到唠叨的母亲叫他们起床，推开卧室门一看，母亲躺在地上，脖子上是被尸鬼咬过的牙印。姐弟俩惶惶不安，认为是小慧将他们一家赶尽杀绝。小赵知道事到如今他们不抗争就只有被杀的份儿，于是跑去神庙买护符，让小薰在家里消木桩。走到半路，那群老头老太仍旧在屋檐下事不关己的闲聊，什么玉美婆婆母女俩一起失踪了，一到晚上总感觉有人在，还有人看到了已经去世的前田家的严先生。听到这里，小赵突然飞奔回家抢过小薰的木桩，又急匆匆地跑走了。双月祭典的练习已经开始，尾崎和夏野进行着密谈。不久之后，整座村子的人都会被转化成尸鬼。想要逆转这种情况的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在那群尸鬼确认胜利已经到手之前。在此期间，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他们都要耐心等待。尾崎表示自己不打算说服和交涉，他要将尸鬼全部消灭。夏野也是这么想的，当然包括他自己。
小昭来到了听说有已死之人出没的房子，发现房间都从内侧上了板子，阻止阳光透入。他狠下心砸碎大门，提着手电筒进屋查看。屋子里空无一人，他到处寻找了一番，最终在窗帘后的壁橱里找到了前天家已死的严先生。小昭颤抖地拿起木桩摁在严先生的胸口，他要亲手消灭这些杀人犯。然而正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陈四出现在了他的身后。等到小昭再次醒来，他已经被五花大绑在了柱子上，而他面前的尸鬼缓缓睁开了眼。这个男人是个圣父，尸鬼向他哭诉自己杀了人，因为如果不吃东西的话，他就会饿死，而且还杀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而市井居然说尸鬼没有错，就算你杀人吸血，那也是为了活下去啊！对于任何人来说，死都是平等的，不分老少，无论善恶都是一样的。照你这么说，那些被尸鬼咬死人就活该去死了呗。很快，死亡开始波及到寺庙，市井的父亲也突然消失了。他打开桌上的电脑，发现父亲写的那封信，原来主持早就知道了真相。他让市井送给同夫的信，其实就是一封邀请函。他邀请尸鬼来家里带走自己，以保全妻子和儿子。医院的护士们闲聊的时候提到安森家的纯子也去世了，不过最近的患者都不来这里的医院，而是要求去江流诊所。死后的葬礼也不要寺庙操办，都是去的殡仪馆。汽车仓管的妙婆婆也病倒了，她的女儿很担心，问韦奇村子里是不是真的出了传染病。韦奇矢口否认，内心却愈发焦躁。到底还要出现多少受害者？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绿子也很害怕，他想起那晚看到的奈绪，难道这一切真的不是什么传染病？市井正坐在父亲的病床前沉思，他的夫妻肯定知道了同夫家的真面目。那天要求去看德次郎，就是为了确认。面容憔悴、浑身脏污的小薰突然跑过来，战战兢兢的希望市井能赐他一个法名。他的父母都死了，弟弟也失踪了，小薰知道下一个就轮到他了。他已经给自己挖好了坟墓，但墓碑上必须要刻上法名。小薰跪地要求市井为他取一个法名。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但没有谁的生命可以轻贱到随时死去。市井想要安慰小薰，但这些话不是他可以说的。人家小姑娘都已经被尸鬼害得家破人亡了，难道你现在还觉得尸鬼很可怜吗？市井偷偷去看了韦奇一眼，转身走进了同夫家的大门。这就是他给出的最后答案。这个人真的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自己爹都被尸鬼杀了，尸鬼的命是命，人的命就不是命了。晚上，小池先生因为祭典的练习晚归，在路上遇到两个年轻人跟他打招呼。小池觉得这两个人非常眼熟，仔细一想，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们不是早就死了吗？再一回头，两个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背后。小池吓得在街上狂奔逃命，尸鬼穷追不舍。终于有一户人家听到了动静，打开了门，没想到这户人家居然也是尸鬼。尸鬼已经开始在村子里住下了。满脸绝望的小池被拖走当了晚餐。同一天晚上，绿子接到了护士青美小姐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在家被人袭击了。绿子通知了韦奇医生之后，就急匆匆带着自己的狗去救人了。半路上，一辆搬家公司的货车从他旁边擦肩而过，绿子清楚地看到被绑在驾驶室里的青美小姐，两双眼冒红光的眼睛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与此同时，陈四也发现了在树林里跑过的夏野的行踪。等到韦奇赶到时，绿子已经面容呆滞地跪倒在路边。韦奇想让绿子住院，但他却哭着喃喃道自己要辞职回家，不要再管他了。韦奇恨得咬牙切齿，却一点办法都没有。而在韦奇回到医院后，同福夫人千鹤已经如约而至。韦奇二话不说，抽起木桩朝着千鹤扎去。然而随着一声枪响，木桩被子弹击得粉碎。同福正埋伏在医院外的树林里，给妻子外遇打下手。韦奇不明白，同福一个人类为什么要站在尸鬼这边？千鹤杀人不忘诛心，不只是同福，就连市井都去找沙子了。韦奇早有预料，这是符合市井性格的愚蠢选择。千鹤亲密地搂着韦奇，但韦奇并不想死，他要亲自看着村子走向灭亡。从今年夏天开始就死了这么多人，村民们却完全不在乎，一边说着好奇怪啊，一边却只等着别人给出答案。他说出了答案，那群人却不相信，轻易舍弃了真相，所以他受够了，不想再和一群没脑子的人打交道，所以他想亲眼见证这群人的下场。说了这么多，千鹤还是一口咬上了韦奇的脖子，并指挥销毁治疗篡改病例。死去的人越来越多，就连殡仪馆都放不下了。尸鬼们开始负责起了照顾尸体的工作，将死者藏在山间小屋里观察几天，尸变的就送走，腐烂的就埋掉。不久后，整座村子将被尸鬼占领。穿得很骚气的陈四敲响了结成家的门，结成尖叫着冲出，一把捅进了陈四的腹部，然后大笑着欢呼自己消灭了活死人。自从夏野去世之后，结成就彻底疯掉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陈四是来找夏野的，夏野确实是变成了尸鬼，但是他的体质特殊，变成了和陈四一样的尸鬼亚种人狼。这个种类非常稀有，吸血鬼电影里吸血鬼旁边不是经常跟着狼吗？夏野漠不关心。陈四提起小昭的失踪，夏野也漠不关心。这下彻底惹怒了陈四，他一把掐住夏野的脖子拎了起来。人狼有呼吸和脉搏，白天也能外出，吃普通的食物也能存活，身体会得到强化，但是不吸血的话就发挥不出应有的力量。夏野到现在明显没吸过血，陈四的手越收越紧，他现在完全可以将夏野杀死。就在夏野被掐的眼球充血直翻白眼的时候，陈四一把扔开了他。虽然他个人想要
要杀了夏野，但沙子希望增加同伴，所以他再给夏野时间考虑清楚，如果还是这种态度，他就要真的动手杀人了。晚上郑雄出来逛街，成功识别的躲开着载着千鹤横冲直撞下山，差点把郑雄撞飞。自从脱离了父亲的管束之后，杜就无法无天了起来，觉得自己有了杀人特权还到处杀人，嚣张的大家都看不下去。但是这是千鹤允许的，沙子像宠女儿一样宠着千鹤，再怎么胡闹都任由他来。加之带着小彻去巡视山间小屋，正好绿子在这一天成功尸变了。她是医护经验丰富的护士，知道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什么。现在的她没有脉搏和呼吸，已经是尸鬼了。加之将照顾绿子的任务交给小彻后就离开了，但绿子拒绝换衣服，也不愿意为近视而杀人。她的妹妹和母亲肯定也都已经死了。所有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全都因为耐不住饥饿选择了杀人。但绿子却温柔地笑着说她想试试看，因为她不想厌恶自己。门口闲聊的大爷大妈死的死，走的走，这座村子里的活人越来越少。尾崎在给自己书写维持生命，他的脑海中不断闪过千鹤的恐怖幻影。被尸鬼吸过血后，就不能违抗对方的所有命令，这让尾崎非常痛苦。双月祭祀开始的当晚，尾崎篡改好了千鹤要求的所有资料。千鹤盼望着村子里只有尸鬼的那天，到时候他们就能自由自在的行动了。他们一直都渴望拥有一个不需要躲躲藏藏的安全之地，而现在这个目标马上就要实现了。千鹤自信地认为成功不在话下，因为就连尾崎这个最大的威胁都被搞定了。尾崎突然开口约千鹤去祭典上约会，反正他马上就要死了，在死前不得过得舒服一点。尸鬼很害怕神庙之类的东西，千鹤有些犹豫，但尾崎用多在人前走走就能打消村民的怀疑说服了他。他俩走在一起不太自然，于是尾崎给千鹤做了包扎，让他对外说自己切芋头的时候切到了手，来医院找他包扎的。看着受伤的包扎，千鹤突然很开心，她还是人的时候做饭也会这样切到手。她和丈夫结婚后不久，丈夫就在南方战死了。回想起做人的感觉，千鹤居然还有些怀念。有了伤口做掩护，村民果然和千鹤开心地聊了起来。比起神秘有些怪异的同夫家，切芋头伤到手的普通太太当然更接地气。越是靠近会场，千鹤就越害怕，但尾崎却拉着她的手，执意要带她去看看。在美男计的诱惑下，千鹤还真就跟着去了。越往里走，恐怖感觉越强，她就如同站在了悬崖边上，稍微踏出一步就万劫不复。偏偏这个时候看到尾崎后，人群都围拢了过来。千鹤最终无法克服恐惧，转身就要走，没想到尾崎却一把拽着她，以千鹤不舒服为由，强行带她到事务所休息，还让小辉的父亲帮忙搀扶。就在小辉父亲的手碰到千鹤身体的时候，他惊呆了，为什么会如此的冰冷？千鹤对尾崎的控制就像失灵了一样，对方完全不听他的命令，说什么都要把他强行带去休息。挣扎之间，尾崎露出了胳膊上的牙印，千鹤傻眼了，因为他咬的地方是脖子，这个牙印是别人咬的。尾崎早就摆脱了他的控制，而尾崎也给出了他阴险的笑。千鹤吓坏了，他知道自己中了尾崎的圈套，吓得转身就想跑，但因为腿软跪倒在地。小辉的父亲闻到了千鹤身上的味道，和小辉死前出现在他房间里的女性香水味一模一样。尾崎适时的提醒他，千鹤是杀死他女儿的活死人。小辉的父亲眼神瞬间变得无比仇恨，他一把拽过想要逃走的千惠，一摸居然没有脉搏，于是当着大家的面喊了出来。村民们相继围拢上前查看，果然千鹤没有心跳和脉搏，和死人没什么差别。尾崎的目的达成，而就在此时，堵开着汽车冲入人群，前来营救千鹤。然而还没等撞上来，就被他发怒冲冠的父亲拦下了。同夫架起枪威胁，但毒已经被吓破胆了。常年养成的对父亲的恐惧让他倒车就跑。见到已死的堵，大家更确信活死人的存在了。千鹤爬上栏杆，想要趁机逃走，但无数的人群朝他丢来石头。终于，针对尸鬼的战争打响了。这个女人被石头砸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年轻医生拿出木桩就要刺入她的胸口，下一秒，女人突然睁开眼睛，露出恐怖的尖牙，朝医生的脖子咬下。然而还没等她伤人，一旁的大汉就将她摁在地上。女人不断的哭叫挣扎着，另一个人拎起锤子，将木桩一下又一下的钉入女人的胸口。女人惨叫着，鲜血流满了整座祭台。将她彻底杀害后，年轻的医生尾崎向人们道出了真相。入夏以来，村子里的人不断死去，全都是尸鬼在作乱。尸鬼杀死了他们的亲人，而尾崎决定要去猎杀尸鬼。千鹤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沙子这里，现在村民都知道了他们的真面目。陈思建议他们尽快逃离，但沙子却不愿意。先不说他们人数众多，根本逃不掉，外面也根本没有让他们容身的地方。沙子立刻下令干掉尾崎并袭击村民，阻断村子和外界的联络。这座村子马上就要死了，他才不要逃走。尸鬼的真面目就是血，想要杀死他们，就必须破坏他们的血管，破坏心脏，切断大动脉，砍掉脑袋才能杀死他们。用木桩是最有效的方法。很快，在场的村民
民分成了两方，以小辉父亲为首的一方跟随尾崎坚决铲除尸鬼，而小车父亲等人却因为无法对自己的儿子下手而选择了退出。事不宜迟，尾崎马上带着留下来的人开始行动。狩猎行动要等到天亮开始，在那之前要找出他们的基地，并且封锁公路。女人们去各家问问有什么可疑的情况，有人问起就说是为了除去夏天开始的灾厄而举行的驱虫仪式，愿意帮忙的就到他们神社，不愿意的话就躲在家里。汽车旅馆的千草小姐对于村民们的询问并没有开门选择加入，因为她的母亲刚刚作为尸鬼回来了。隔壁的原子一家则是已经全部死亡。面对村民们的剿灭行动，加之指挥着尸鬼们赶紧找地方躲好。正雄试图鼓动小慧和自己一起逃跑，结果自然是被小慧一顿嫌弃。天亮了有地方睡吗？身上有钱吗？会开车吗？会打架吗？什么都不会的废物还想带他走。说着一脚将郑雄踹翻在地，叫他别来碍事。小勋抱着狗坐在衣柜里，嘴里不断念叨着小慧会来杀他的。他的精神接近崩溃，但又突然坚定起来。小慧杀了他的全家，那他就有权利向小慧复仇。门口突然传来动静，小勋警惕地握着球棒下楼埋伏，而手电筒照亮的人却并非小慧，而是他已经死去的父亲。小勋面无表情地拎起球棒重重挥下。千鹤被杀，赌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医院，要找尾崎报仇。事情聊到监证之后，就一直不吃不喝，变得非常虚弱。他的宅邸已经被村民们包围，到了天亮就会冲进来。陈四将沙子拜托给市井照顾，让他天亮之后躲进地下室，并且给市井打了点滴续命。不过为了发挥出人狼的力量，他吸了点市井的血。很快天就亮了，沙子靠在市井身边沉沉的睡去。村民们冲进了诊所和殡仪馆，砸破空无一人的城堡，并在紧闭的空房子里找到藏起来沉眠的尸鬼。这个男人一遇到阳光，皮肤就迅速的燃烧腐烂，他拼命的想要逃走，却被拽到阳光下用木桩钉死。村民们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就是这些怪物杀死了他们的亲人，那他们也要将尸鬼赶尽杀绝。大家都心怀恨意的将尸鬼从各个角落拖出来砍杀。而就在这时，尾崎接到了一个噩耗，出于对他的报复，他的母亲在医院被尸鬼残忍的杀害了。因为不是被吸血，连尸变复活的事都不会发生，这让一部分人开始退缩了。他们也害怕遭到报复杀死，连尸变的机会都没有。这话让暴脾气的大川非常不满，这意思是与其被杀，不如尸变去杀人嘛。这时尾崎发现带去的脚印一直通上楼上衣柜里，打开衣柜一看，里面的人正是罪魁祸首赌，自己的儿子居然丧心病狂的杀害了老夫人。大川一把将赌拽出了柜子，就要清理门户，自己儿子干出的事就要自己负责。赌浑身溃烂，想要求饶逃跑，大川抄起木桩狠狠刺入了他的胸口。尸鬼的尸体都被集中堆放起来。有人提议实施火葬，但要烧起来需要相当大的火力，再不实行火葬的村子燃起这么大的火，村外的消防车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赶到，而且尸鬼的数量远远不止他们消灭的20多只，尸鬼们肯定有着更大的藏身之处，思来想去也只剩地下了。而这个时期的地下道是没有排水的，人也能够进去，尸鬼肯定是躲在地下道了。而就在田茂大爷转过身带他们进入地下道的时候，他的眉心瞬间被子弹洞穿，鲜血溅了身后的尾崎一脸。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大家都惊呆了。而在远处的楼顶上，夏野一把扯过同父的猎枪，即使变成了人狼，夏野也没打算原谅尸鬼。从世间普遍的善恶观来看，尸鬼的存在是恶，因为他们只有杀人才能活下去。但是尸鬼为什么不能猎杀人类呢？人不是也在猎杀人吗？同父的父亲是个喜欢猎杀人类并将其碎尸的变态，所以同父的心理从小就扭曲了，他想要变成尸鬼成为加害者。说完朝夏野开出了一枪。到晚上沙子醒来，陈思也回来了，宅邸外面围满了人，他们还是无法离开。一听说同父不知所踪，沙子着急的想去找人。千鹤死后，同父肯定无法冷静思考，听到千鹤死后强忍悲痛装作镇定的沙子，居然在听到同父没有回来后乱了阵脚。因为同父是第一个接纳了他尸鬼身份的人类，绿子将自己搞得奄奄一息，却始终不肯去袭击被抓来的安代护士。小车想了各种办法都用了，仍旧无法劝动他。绿子请求小车将他或者安代护士放出去一个，他不想袭击人，因为那样他就会自我厌恶，变得像现在小车一样憎恨自己。小车不敢，私自行动是被惩罚的，他的家人会遭到报复被杀害。但面对绿子的请求，他还是心软了，打开房门决定将绿子放出去，却没想到绿子突然扑上来大喊着安代护士快逃，但是他太虚弱了，很快就被小车掀翻扔了回去。一旦安代逃走泄露了地点，他们就全都完了。绿子不想看到任何人死去，救死扶伤是他作为护士的骄傲，他活下去就会导致其他人的死亡。绿子将自己抓出了血，明明已经死了，为什么他会尸变？最终小车妥协了，他放走了安代护士，自己走进地牢和绿子依偎在了一起。到了晚上，村民们的行动也暂停了下来，也不是没有人发现他们村子的不对，不过都被用正在进行祭典为由轰走了。不少人都遭到了被尸鬼控制的人的袭击，尾崎让人把他们关进神社里，过几天就会恢复理智。但大川却认为这些人像同夫一样背叛了他们，他们是在帮助尸鬼，但就算如此也不能杀掉啊，那就真的成了杀人了。听到村民们将他们的同伴们用木桩钉死，沙子害怕的颤抖着，他的身体很单薄，一定会被刺穿胸膛。他杀了很多人，明明知道这是报应，但他还是好害怕。天就要快亮了，
外面的人随时都会冲进来。如果是故事里的主角，一定会有人相救，但是没有人会来救他，也不会有神灵为他降下奇迹。但他又没有做坏事，他只是为了进食而已。不进食不杀害别人，他就会死？难道他就应该死吗？因为没有饿死自己，他就是坏人吗？他又不是自愿变成这种生物的。但只要生命还在，他就还想要活下去。而这不然呢？就算再悲惨，也不是你伤害这么多人的理由吧？因为你饿，那些无辜的人就该死吗？一个男人默默地朝着人群走来，看到对方的眼神，尾崎顿觉不妙，他大喊着小心冲过去，但已经来不及了。男人连开3枪，打死了厚子婆婆。众人愤怒地围了上去，朝着男人重重地落下锤子。时间回到1天前，田猫大爷被同夫射杀后，他的儿子定文带领村民前往水利局寻找尸鬼，很快就在堆了厚一层淤泥的下水道找到了沉睡的尸鬼。这些人都是他们熟悉的亲人朋友，有人想要仔细的辨认他们，但被定文制止了。不管他们生前是什么人，现在都只是杀人的魔鬼。郑雄的哥哥和咖啡店的长谷川拿起木桩，却怎么都下不去手。定文二话不说抢过木桩，几乎疯狂地将面前的尸鬼钉死。没必要对他们产生同情，要杀死魔鬼，只有他们也变成魔鬼。就这样，大家轮流动手将尸鬼杀死。而在动过手之后，内心的罪恶感就会减弱，越来越多的尸鬼被追捕杀死，直到天黑都还在继续。一队人打着灯在地下杀死尸鬼，一队人负责将尸体拉到地面，女人们则负责将尸体搬到一起。其余的尸鬼也不愿坐以待毙，他们在医生和巡警的带领下开始突围。巡警咬了一口男人后，又转过来袭击长谷川。长谷川吓坏了，他从怀里掏出十字架护身，没想到还真起了作用。巡警扭头跑入黑暗中，反应过来的男人们立刻拦下尸鬼，将他们杀死。医生则在咬完人后被定文解决，但仅仅是这样还不够，定文居然连被尸鬼咬伤的同伴也要一起杀死。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尸变？终于一切开始崩坏了。逃出去的尸鬼在巡警的带领下朝着管道深处爬去，但是通道越来越窄，他们很快就被堵住，无路可逃。尸鬼们被瓮中捉鳖一样轻松拽了出去。很快就轮到了奈绪，他发疯似的捶打着巡警的屁股，面前不断浮现被他杀死之人的影子。他害死了自己所有的亲人，以为大家都能尸变，这样就能永远的在一起了，但却只有他一个人尸变，一定是上天给他的报应。奈绪惊恐的回头一看，他的儿子出现在了身后。定文一把拽住奈绪的腿，丝毫不理会他的哭叫求饶，将铁锨捅进他的体内。奈绪尖叫着被拖了出去，她的丈夫所在的光明之地是她永远也无法到达的了。一车车尸体被运走，连木桩都用完了，好在天马上就要亮了。定文将剩下的尸鬼捆住手脚，绑在院子里，阳光一晒，他们立刻哀嚎着浑身溃烂，不断挣扎。长谷川突然拿起铁锨走过去，捅死了所有还在挣扎的尸鬼，然后跪在地上痛哭着，只要动过手就不会很难了。货车运来了一大堆尸体，女人们笑着将尸体从车上拽下来，见到还挣扎没有死透的，就拎着锤子重重砸2下，手上都是血，没关系，随便摸2下照样吃得很开心。安代护士在林中逃命似的奔跑着，一群野狗扑上来，对着他又追又咬。村民们将城堡团团围住，杀死害怕的不想睡去。天一亮，村民们就会冲进来，到时候他们必死无疑，说不定今后就再也见不到陈四和市井了。他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不想在沉睡中和他们分离。市井告诉沙子，多亏了他才对自己有了了解。问起他为什么自杀的原因，市井说因为自己绝望了，他被束缚在这片土地上，对自己扮演的生物痛绝。郑雄想要逃走，但是他根本无法突破村民们严密布控，马上就要天亮了，他完全抑制不住自己的睡意。为了不被拖出来杀死，郑雄最终决定回家，请求自己的嫂子救他一命。智寿子刚刚处理完尸体，他淡定地抡起铁棍，将郑雄请进了家门。在路上巡视的村民遭到了尸鬼的袭击，他们将人控制之后，再命令他们去袭击别人。加之更是想要给逃走的老头一把手枪，让他去神社干掉尾崎，这才有了上一集老头误杀了厚子婆婆的事。在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加之遇到了端着猎枪的神色呆滞的同夫，同夫已经被下野控制，而下野给他下达的命令就是猎杀人狼。一枪下去，加之当场毙命。尸体越来越多，很快就没有地方可埋了。尾崎在神社后面的悬崖找到了一处天然的抛尸地，安代护士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是安全回来了，并将山入是尸鬼巢穴的消息告诉了尾崎。尾崎立马带人前往山入，路口都被封死。尸鬼们一开始杀光了山入地区的村民，就是为了孤立山入。村民们劈开山入的房子，果然发现了众多的尸鬼，甚至连失踪的住持都在这里。受尽折磨的住持终于可以安息了。挖掘机挖开了堵死的道路，尸鬼们很快就被屠杀殆尽，其中当然包括依偎在一起的
的小车和绿子。看到这里，阿正突然趴在地上大口呕吐，已经够了，停手吧。然而不把同夫家人找出来，这件事就不算完。国道和公路都被封锁，他们绝对逃不出去。广泽突然想起了城堡在建造的时候，曾经用卡车往外运了很多车的沙土，里面绝对有地下室。陈思也意识到地下室的存在被发现了，于是将沙子装进集装箱里，让市井带着他逃离。他去做诱饵引开追兵。临走前，市井问他为什么如此效忠沙子。在他看来，人狼要比尸鬼优秀得多，这和物种的优劣无关，只关乎他个人的感情。对陈思来说，沙子是灭亡的象征，一切都会迎来灭亡，但沙子却反抗挣扎着，他就是被这股精神所吸引。陈思开着车冲出城堡，引走了守在门口的村民。市井带着沙子趁机从反方向离开，却正好和准备前往城堡的尾崎等人擦肩而过。市井将沙子带到寺庙，藏进了佛堂的暗格之中。很快，大川就带人冲了进来，到处寻找着市井的踪迹。市井的母亲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被当成了尸鬼的帮凶惨遭杀害。趁着村民们将寺庙翻个底朝天的功夫，市井想要带着沙子逃走，却被人发现砍伤腹部。缠斗之间，对方磕在台阶上身亡。市井趁机带着沙子逃进了山里，他将沙子藏在了林中，自己拖着血迹引走了注意。让我们将时间倒回这一切都还没发生的7月份。原子是2个孩子的母亲，每天上学都会将孩子亲自送到学校，并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他们到国道上玩。外地人车开太快，经常发生事故，他害怕孩子们出现什么意外。原子在千草老板的餐厅打工，村子里的人相处得非常和睦，但很快同夫家搬了进来，村子里开始频繁死人，他的公公也病倒了。他想要劝说公公去医院看看，婆婆却说他小题大做，他家老头子健壮得很。结果3天后，公公就去世了。尾崎医生前来确认死因，因为对方生前并没有什么疾病，于是提出要进行病理解剖。因为不清楚病因，她是无法写死亡鉴定书的。婆婆死活都不同意，也不想知道她丈夫的死因，甚至还觉得是没钱给够医生才找她的茬儿。尾崎也被这老太婆气到了，跟她嚷嚷起来。她一直说她老头子很健康，但健康的人怎么会突然死亡？要是之前去医院的话，也许人就不会死了。婆婆被怼得哑口无言，反手打了原子一巴掌，将一切的错都归在了她的身上。很快，原子的丈夫也去世了，原子吓坏了，再加上村子里流行着传染病的流言，她坚定地认为是同夫家那群外地人带来了传染病，害怕自己的儿女也会被传染上。然而，幸运之神并不会眷顾于她。不久之后，女儿病倒了，原子发了疯似的抱着女儿跑到医院求救。那天正好是尾崎的解剖妻子，医院停业，他又只好带着女儿去了江流诊所。然而这所诊所是尸鬼开的，白天根本不开业。原子跪在门前又喊又闹，周围很快围了很多人，婆婆也骂她小题大做，带着女儿回家了。没过几天，女儿和婆婆相继去世，将婆婆的后事交给了殡仪馆。在葬礼上，有村民告诉原子，有人在水口看见过她死去的公公，说不定她家里人相继去世都是被公公害的。原子终于明白了，她的家人都是被死后变成外地人的公公拉下水的。她辞去了餐厅的工作，将唯一的儿子和自己锁在了卧室，发誓一定要保护好儿子。在之后，千草的母亲去世，并成功尸变回了家。千草欣喜若狂之余，逐渐发现了母亲的不对，见不了光，吃不了常人的食物，渐渐饿得开始发疯。千草不小心切伤了手，母亲闻到血腥味就立刻想要喝下去。在被唤醒神智之后，她慌张地擦干净手，痛哭着，自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当时消灭尸鬼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千草隐瞒了母亲的存在，并决定用自己的血养活母亲。而原子的儿子已经死去多时了，他浑身沾满了儿子的尸臭，目光呆滞着去找千草。千草好心将他带进屋子里给他洗漱，却没想到被原子发现了母亲的存在。千草请求他不要将这件事泄露出去，原子答应了，却转头将消息告诉了前来抓捕尸鬼的村民。他身边什么都不剩下了，凭什么千草还有妈妈？原子的精神已经彻底不正常了，他坚信一切苦难都是他公公带来的，于是偷偷准备了火机和汽油，趁着山入地区被挖开，来到了有人目击到他公公出没的地方，一把火将房子和自己全烧了个干净。陈四在街上四处奔逃，但最终在村民的围攻下身中数枪后掉进了河里。晚上，沙子醒来，为了逃避追捕而慌乱逃命。小轩和小昭都被夏野救了下来，好好安置在了村外。小辉隐藏的好还没有被杀，他费尽心思要逃离这里，去大都市过繁华的生活。正巧因为原子那把火让整个山路烧了起来，而就在小慧准备一鼓作气越过国道离开村子的时候，一回头似乎又看见了站在马路边等车的那个少年。一瞬间的停顿让他被人发现，
再想逃已经来不及了。他被数辆拖拉机包围，沉重的车轮毫不留情地从他身上碾过，任由小慧怎么求饶哭喊，甚至大骂。他讨厌这座土气的村子，讨厌这里一成不变的人，他诅咒这座村子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然而话没说完，车轮就直压碎了他的脑袋。见这样他还能动弹，又拿出木桩将他钉死。山路烧得越来越旺，这里没有地下水道，因为停电，井里的水泵也没法用，再加上空气干燥，风力强劲，他们只能放弃山路，将尸体丢进火里焚烧。火焰之中，尾崎看到了夏野的身影。他深深看了一眼死去的小智和绿子之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如今最重要的就是防止火烧到村内，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外面的人迟早会发现了。有人提议先让女人和孩子撤离，但尾崎却让他们优先处理尸体，不然等到被发现根本无法解释，他们牺牲这么多救下的村子就没有意义了。尾崎指挥孩子和伤员先到国道旁避难，将尸体扔到神社后面的地狱穴，再派人巡视村子，清理到血迹和毁坏的房屋。一路奔逃的沙子找到了倒在地上的市井，对方已经没有了呼吸。以大川为首的村民已经发现了他的行踪，沙子只能离开市井继续逃命。至于夏野，则是拦住了从河里掏出的陈四，阻止他去救援沙子。他之前吸过尾崎和同夫的血，有了和陈四一战的实力。人狼和尸鬼不一样，一次都没有死过，他们刚刚接近死亡的深渊就变异了。夏野的父亲以为他死了，找来了殡仪馆，这才让大家产生了误会。陈四对稀有的同伴动了恻隐之心，没有杀死夏野，但谁能想到夏野是个神级打野，他事先咬了尾崎，让他摆脱了千鹤的暗示，将他们搞到一败涂地。两只人狼在森林中打了起来，但夏野的力量还是不及陈四。陈四问他，为了人类尽心尽力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人会把随时会吸血的怪物当作同伴。夏野并不认为自己是人类的同伴，他只是单纯的讨厌尸鬼而已。为了一己私欲去袭击人类，又擅自把复活的当成同伴。说着，他猛地一扑，带着陈四掉进了地狱穴里。一开始他就打着这样的目的。夏野知道这种程度人狼是死不了的，他默默地从兜里掏出了炸药。陈四叹了口气：“你就不怕死吗？”夏野回答自己早就已经死了。轰的一声巨响，整座地狱穴被引爆。与此同时，沙子逃进了林中的教堂内，大声质问上帝为什么不带领他远离罪孽。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大川追了上来，一番追打之后，将沙子掐着脖子摁在了墙上。杀了那么多人，轮到自己的时候还会害怕吗？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规矩，外来人要和村里的人搞好关系，年轻的人不应该比老人先死。他让这里的规矩支离破碎，就只能去地狱了。说着，大川拿起木桩，准备将沙子的胸膛贯穿。然而下一秒，他自己先鲜血直流地倒下了。市井尸变成功，杀死大川，要带着沙子逃离，但沙子已经没有了求生的念头。他终于下定决心舍弃自己了。然而市井却告诉他，自己变成了尸鬼之后，终于明白了，神从来都是一言不发的。他被世界孤立的时候，同时已被免除在了神的范围之外，连被问责的机会都没有。但即使如此，沙子仍然没有对放弃神的希望活了下来。火势最终烧过山入，将整座外场化为了火海，尸体根本处理不完，剩下的村民只能坐车逃离。结果村子还是被毁了，一切都被付之一炬。消防车紧急驶向外场，市井带着沙子驶离了外场。好家伙，这下算是白忙活了，罪魁祸首哭一哭就安全脱身。尾崎虽然凶险，但也和在尸鬼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只有夏野那个15岁的少年，永远长眠在了那座荒凉的村庄。